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 凤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去年家中先后失去了2只毛孩，一只21岁的狐狸犬阿比，一只是17岁的腊肠维达。那一段时间，我常常觉得心里好像空了一个洞，失去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。每天早上醒来，还会下意识的去寻找他们的身影，但却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我想很多主人应该都跟我一样，忍不住会问自己这个问题：他现在在哪里？他过得好吗？为了寻找答案，我开始阅读有关宠物离世后世界的书，其中有2本特别安慰了我。一本是英国作家松亚 Fitzpatrick 写的《天堂没有不快乐的毛小孩》。松亚他是一位听障人士，从小他听不见大家说话，但却可以听见动物的声音。后来他成为国际知名的动物沟通师，在书里他解答了宠物离世后许多主人最难以释怀的16个问题。另外一位是美国作家 Lynn Reagan 写的《他不在但都懂》。Lynn 的未婚夫因为遭遇到谋杀而离开，这意外打开了他与灵界的连结。在书中，他提醒我们，毛孩离世后会用各种征兆来告诉我们他还在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2位作者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背景，但传达的讯息却是一样的。毛孩并没有离开，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的陪伴我们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书中7个最打动我的片段，尤其是最后一个，很多主人会忽略，但其实很重要。那就邀请你和我一起听到最后。他现在在哪里？这一个问题，我想是每一个主人都想知道的。我的毛孩现在在哪里？在《天堂没有不快乐的毛小孩》这本书里，颂雅提到，动物离世后会进入到和我们同一个灵界，也就是说，动物没有别个地方。有一天，等我们也进入了灵界，就会再度相聚。颂雅还提到，很多毛孩在离世后会先回到家中，安安静静的待在主人的身边，又或是回到他最习惯待的那个位置。我们虽然看不见摸不到，但毛孩可以看得见我们，也听得见我们的心声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很安慰，因为我相信死亡不是结束。在那些我特别想念他们的夜晚，他们其实真的就在我身边。就像现在，梅达也许也坐在这里，听着我诉说他的故事。天堂的迎接。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温馨的画面是，毛孩不是孤单离开的。颂雅在书里提到，当毛孩离开时，通常会有熟悉的灵魂来迎接他，也许是我们过世的长辈，又或是毛孩曾经认识的动物朋友。总之，我们的毛孩不会孤零零的离去。这个想象让我心里特别踏实，因为这代表我们的毛孩不是孤单的走向未知，而是像回家一样，有熟悉的脸孔在等着他。我甚至会想象阿比和维达正在被我过世的长辈抱着，过着没有病痛的日子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也想起你的毛孩，邀请你帮我点个赞，让更多需要被安慰的主人能够看到这支影片。投胎回到你身边。除了灵界的陪伴，2本书还不约而同地提到另外一种可能性，也就是有些毛孩会选择投胎，用新的身体再一次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也有些毛孩会暂时借用其他动物的身体继续陪伴主人。书中还提到，有些毛孩会带着同样的胎记、相似的性格，甚至是相同的习惯回到主人身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新的毛孩通常会非常熟悉家中的摆设。也有主人在决定认养新的毛孩时，发现毛孩会用眼神来暗示自己：是我回来了。或许科学无法证明，但这样的信念的确可以安慰到失去毛孩的我们，让我们重新燃起希望。该放手吗？很多主人心里应该都有过这个挣扎，我该不该放手？书中写道，当毛孩的身体再也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们会选择不吃不喝，准备离开肉身。
但如果他们感受到主人还没有准备好，那他们就会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继续留在身体里，只为了多陪伴你一段时间，直到获得主人的允许才离开。书里有一句话，我觉得写得特别好，有时候知道你的宠物会回来，是让你愿意放手的催化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哀伤的表现，用不一样的方式处理内心深处的失落。就像阿比，最后苦撑了几个月，才带着病痛走向天堂。家人非常的悲痛，甚至在他走后的一段时间，都还会每天为他准备一份晚餐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他不会真的回来吃，但这是我们疗伤的一种方式。颂雅也提醒我们，放手不代表失去，而是打开新的一扇门，用不同的方式再次连结。熟悉的声音与气味，还有些时候，主人会听到熟悉的脚步声，亦或是闻到毛孩专属的味道。就像贝达，他有个小习惯，就是喜欢放小屁。在贝达离开后，家人还经常梦见他回来放屁，而且醒来之后，还真的有闻到那股熟悉的味道。这个小故事听起来虽然有点好笑，但这些征兆却真真切切地安慰了我们。自然界的小暗号，在他不在但都懂这本书里，另分享到，宠物离世后会用自然界的符号来跟我们打招呼，像是一根羽毛、一只蝴蝶、一只特别的鸟，或甚至是云朵的形状。在贝达回到天堂后1周，有一天我在公司的停车场看到一根特别大的羽毛，但那附近从来没有大鸟会出现。在那个瞬间，我选择相信是贝达回来看我。如果有一天你在特别想念毛孩的时候，也看到了这些符号，别急着把它们当作是巧合，而是允许自己被安慰。别忘了家里的其他毛孩。最后，我想提醒大家，当家里有毛孩准备离开时，我们通常会把所有的精力用在照顾临终的毛孩，而忽略了家中其他的宠物。但其实他们也会害怕，也会哀伤，尤其是共同生活多年的同伴要消失了，可想而知，那种内心的失落一样会深深地影响着他。像贝达临终时，我因为要专心照顾他，而把 Lucky 寄放在朋友家。短短的11天， Lucky 因为见不到我，每天焦虑的咬舌头，甚至是把嘴角的白毛都染色了。而陪伴贝达11年的庞庞，也因为短时间内失去了2个同伴，变得特别的哀伤。自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过去活泼的样子了。所以，如果你家中也有其他的宠物，别忘了，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安抚与陪伴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他现在在哪里？他过得好吗？2本书给了我相似的答案，毛孩没有真正的消失，他们正在另外一个被爱包围的世界快乐地生活着。他们会回来，睡在那个熟悉的位置，在梦里探望你，用自然界的符号跟你眨眼，又或是进入一个新的身体回到你身边。没有人能够100%证明这些事，但在我最痛的时候，这些故事给了我很大的支持。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心中的一盏灯，也许此刻它也静静地在你身边陪伴着你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，如果你也从中获得力量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。更多毛孩的分享，请点击这里观看，并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是否也做过那些特别真实的梦，又或是在新的毛孩身上看见相似的影子。让我们一起把这些爱的征兆珍藏起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